Hello，大家好，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最近大家过得都怎么样呢？从下个星期开始呢，我会去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实习。然后这个公司呢，这个实习是我们学校安排的，也算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吧。然后我会在那家公司实习大概3个星期左右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的公司工作，所以呢我又有一点点小兴奋。虽然说时间很短，只有3个星期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了解加拿大的公司，了解加拿大公司的文化。不过呢，可能我就没有机会每个星期都来更新视频了，因为工作的话，我需要从早上9点钟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左右，然后公司呢离家也比较远，在路上可能会要有45分钟左右吧。但是我会尽量及时的更新视频。最近在中国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呢，就是国家允许生3胎了。什么是3胎呢？就是国家允许每个家庭可以生3个孩子。之前我在视频里面也有提到过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呢是独生子女政策，就是每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小孩。那如果你想生2胎的话，你想生第2个孩子的话，你首先需要证明，你的第一个孩子是有残疾的。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去看这个视频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超生的话，就是比如说你生了第2个孩子，或者你生了第3个孩子，那你就需要支付非常昂贵的超生费。那你们知道，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导演叫张艺谋，他当时呢就是因为超生的问题，所以被罚了748万人民币。所以呢，现在网上就出现了这张图片。当然了，这是网友们开的一个玩笑。我们国家呢，在2013年左右，开放了2胎，就是每个家庭呢可以生2个小孩。现在，就是在今年的5月31号，在上个礼拜，国家又开放了生3胎。那为什么现在国家会开放生育呢？或者为什么国家现在会鼓励我们生3胎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想缓解人口老龄化这样一个问题。你知道现在在中国老年人口呢是越来越多，那每个老年人每个月都会领一笔养老金。那养老金呢，大部分是来自于现在年轻人，现在工作的年轻人每个月交的养老保险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工作的，每一个年轻人在用我们就是每个月交一笔养老保险的这样一笔钱，去供养那些已经退休的老人。那现在如果老人越来越多，而年轻人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的话，那我们支付的养老保险金，将没有办法满足那些老年人。所以呢，我跟我的同事，以前也有恐慌过，就是我们担心，等到我们退休的时候，可能就没有办法领到养老金了，因为没有了嘛。当然呢，国家也在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来缓解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比如说他们在讨论，延迟退休年龄。那现在中国法定的退休年龄呢是男性
60岁，然后女性如果你是干部的话呢，是55岁退休。那如果你是普通的员工、普通的工人，那就是50岁就可以退休了。那现在国家在讨论，可能会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，甚至是70岁。那当然这些还是在讨论中，并没有最后确定。那如果延迟到70岁的话，网友们又在说，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保养身体，不然呢，等到你退休的时候，可能你还没有领养老金，你就走了，你就死了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我们再回到3胎这个问题。这个政策一出呢，网上就炸开锅了。很多网友都表示，生不起，压力太大，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政策，或者说不会去遵守这个政策。为什么呢？就比如说我们现在80后、90后都是独生子女。什么是80后、90后呢？我们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，包括1980年出生的，称为80后。那1990年以后出生的就称为90后。以此类推，如果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，那么就称为00后。那80后和90后呢，都是独生子女。如果他们生3胎，那他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？就是他们需要养4个父母，然后又要养3个孩子，他们还需要工作。所以就是对于他们来说，压力真的太大了。所以很多网友都表示，绝对不可能生3胎。然后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养孩子的成本。我在之前有一个鸡娃的视频里面有提到过，现在的父母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不惜成本为孩子报各种补习班。那想一想，如果你有3个孩子，这些成本就需要乘以3，想想就觉得亚历山大，对不对？亚历山大是什么意思？这也是一个网络用语，就表示压力很大。那雅力它其实就是跟压力的发音非常接近，那就是压力大的意思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说，我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，真的是亚历山大。我觉得现在生3胎对于中国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真的是经济压力非常的大。那国家呢，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也没有任何的补助，所以所有的支出花费都是需要父母来支付的。那比如说在加拿大呢，政府会帮助家庭来抚养孩子。那从一个孩子出生，一直到18岁，每个月都可以有牛奶金，领取。当然，你可以领多少牛奶金呢？是根据一个孩子的年龄，还有父母的收入水平来决定的。就是你可以到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网站上面，可以去查询你到底每个月可以领多少的牛奶金。但是，这样一笔牛奶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真的是减轻了不少的负担。但是在中国是没有这一项福利的，所以呢，真的对于一个家庭，就是一对夫妻要养3个小孩，真的是非常的吃力。你对这一个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欢迎你给我留言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